一片吹捧声中，德国彻底迷失。美国之后看德国吗？在乌克兰的吹捧当中，德国是滑向深渊，正被美国当成了替罪羊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学说。德国这坦克一提供，西方世界对德国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，指责德国军事援助力度不够的声音也没了。这一直在嘲讽德国军事援助太慢的乌克兰，也是吹捧起了德国，声称德国已经是西方军事援助的领导者，而德国也是在这一片吹捧声中是彻底迷失，开始一步步的滑向深渊了。前不久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还不满，认为德国给乌克兰提供的2套先进的防空系统是严重削弱了柏林的防空力量。这结果现在呢，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就提出了建议了，在德国已经给乌克兰提供豹2坦克之后，可以考虑直接在乌克兰境内建造一个坦克工厂。因为在接下来的冲突当中，这些坦克将成为乌克兰军队的重要支撑点。在乌克兰境内有工厂的话，那将能够满足乌克兰对坦克的生产和维修的需求。可是这德国却没想过，这自己这么做有多危险呢？谁都无法否认，俄乌冲突正在一步步的升级，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一直在源源不断的给乌克兰提供武器，并且随着西方提供的武器越来越先进，这俄罗斯本土都不再安全了。这也导致俄罗斯是彻底豁出去了。现在的军事行动呢，基本上那就是放开了打。这要是冲突哪一天失控了，德国现在把自己本就不多的武器都送给了乌克兰，倒是连用坦克在柏林近郊与俄罗斯坦克交战都做不到。乌克兰是在为西方而战不假，但是乌克兰不可能获胜啊！那即便是西方真的支持乌克兰到底，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断，也根本无法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，因为乌克兰的底子就在那儿。那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是欧洲最穷的国家，即便是2014年西方利用明斯克协议给乌克兰争取了这么长的发展时间，也同样无法缩小与俄罗斯之间的实力差距。然后呢，在持续的军事援助没有在战场上给俄罗斯带来多大的损失，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又没能成功的从内部击垮俄罗斯的那一刻开始，西方就知道俄乌冲突再继续下去，也根本无法改变俄罗斯必将会笑到最后的结局。所以在看清这一点之后，那些之前在俄乌局势当中对俄罗斯喊打喊杀声音最大，而且支持乌克兰力度最大的西方国家，都开始有些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这其中呢，就包括了军事援助力度最大的美国，以及持续给德国施压，要德国发起更大力度军事援助的波兰。在给乌克兰提供坦克的问题上，那现在一拖再拖的不是德国，那而是波兰。波兰越是支持乌克兰，就越是知道乌克兰没有胜算。而现在波兰加强军事武装，还真不见得是想要淘汰更多的武器给乌克兰，而是想要武装自个儿，在冲突失控之后为自己而战。美国呢，也同样是如此。之前指责德国和欧洲陷入军事援助乌克兰疲态的美国，现在也有了要跑路的苗头。美国在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整体风向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支持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，尤其是无偿的军事援助。美国也开始跟乌克兰说，这美国的军事援助那不是无限的，美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也该为此先付上一点钱了。那在这一形势之下，德国正在被美国当成了替罪羊，试图转移美国陷入军事援助乌克兰漩涡的责任。之前声称德国给美国施压，才被迫提供 M1 主战坦克，而且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的硝烟开始升起，现在消极的民意之下，无论是拜登还是其他的竞选者，都可能改变支持乌克兰的态度。那么一旦美国的风向变了，美国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之后，就看德国了吗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